这个房子是1929年建的，房子之前的主人呢其实是吴敬，是民国初期的名媛，也是上海最后一批名媛。上海高邮路呢很有意思，在民国初期就被定义成一条永不被拓宽的马路。曾经住过各路政要、艺术家，郑振铎、张瑜、陶金，可以说这里容纳了整个上海滩传奇的缩影。一次偶然的聚会呢，业主邀请我在老宅的原貌上做一些修缮改造，进行出租。它是一栋德式的砖木结构的房子，从远处看就能看到高耸的烟囱、拉毛的墙面，除了主梯入户，还有一个小楼梯连接工人房，专门供佣人上楼。那个时候主仆动线分离，其实就已经是上海洋房的标配了。从远处看这个房子又是坡屋顶，非常美。我们在想，这个房子内部一定还藏有很大的空间。打开之后呢，会发现这个房子的层高有4.6米高度，利用这个高度保留了整个房子的屋脊线。刻意在餐厅和客厅之间呢，保留了一根伞字形的木梁，是德式建筑的一个特点。在一些白蚁啃食过的地方呢，重新砌入了一些新的木结构，更加的耐久。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其实是被很好的绿色包围，院子将近80平米，常年失修，排水不畅，里面的树非常多，桂花、香樟、杨梅，但是因为房子太封闭，看不到外面的风景，拿掉了客厅和餐厅之间的隔墙，重新定制了德式的钢窗，全都是开放式的，南北通透，不管是在客厅、餐厅还是在厨房，都能够很好的感受到外面的绿色，像一个空中花园。废弃的杂物间，我们把垃圾清除，变成了一个明亮的茶室。我觉得好的房子不一定要花很多钱。2楼的设计，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废物利用，客厅当中的壁炉都是之前原有的。卫生间的浴缸其实就是原来的旧的浴缸，我们回收过来以后，做了一个嵌入式的处理。我不太喜欢修旧如旧，我们希望这个房子它并不是全新的，但同时又能够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。我们铺设了地暖，安装了空调，考虑到老房子的隔音都比较差，所以整个2层垫高了10公分，里面加入隔音延绵，能够很好的阻断声音。主卫生间花了很大的功夫，我们放置了一个浴缸，可以泡泡澡啊，看看外面的绿植啊。整个客厅的北边预留了一间书房，半开放式的，需要的时候可以拉上窗帘，变成了一个相对独处的空间。我们希望未来不管是谁住在里面，都能够很好的爱护这个房子，来真正的了解上海，跟历史对话，